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次我想为大家介绍的书名字叫做《自我内心的墙：不被自我内心所困扰的29种方法》。书中提到的29种方法，让我们不再受到内心的困扰。你有没有感受到生活中的各种挑战，或者每天总是背负着痛苦的回忆呢？正如人们常说的，人生中90%的困扰来自于人际关系。你可能也认为你的不适也是由人际关系引起的，但事实上，所有内心的痛苦都源自于你头脑中的幻想，与他人无关。作者如是说道。或许有人会反驳说，不可能是这样的，我的工作上司是有问题的，或者我的丈夫确实做错了事，这不仅仅是我的幻想。然而，请稍停下来，仔细思考一下。在工作中让人不快的上司或撒谎的丈夫，只是激发你情绪的触发器，由此产生的痛苦和困扰都源自你的内心。这是一件必须铭记的事情，因为我们无法改变别人，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态。如果我们意识到所有的苦恼和困扰都是来自内心，那么通过调整自己的心态，我们就能够摆脱苦恼和困扰，理解并适当处理那些困扰我们的无谓情绪，并在合适的时候释放它们。通过实践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以更加平静的心态度过每一天。今天我带来这一本充满了克服这些心理障碍的秘诀的书籍，著名的人生顾问大禹元盛先生撰写，帮助我们战胜内心的障碍，让生活更加多姿多彩。我想挑选出对本频道的观众们个人来说最重要的内容，并进行介绍。如果您对本视频感兴趣，请务必观看到结尾。现在让我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如下：一、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自己痛苦的3种方法；二、如何克服生活中重要的愤怒障碍；三、如何消除焦虑和不安，并丰富人生的3种智慧。接下来，我将从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的3种方法开始解释。在人生中，痛苦远比快乐的时刻多得多，但是如果您学会了如何面对痛苦并善于释放，那么愉快和快乐的时刻将会不断增加。在这个视频的首个部分，我将介绍一些方法，帮助大家更好地面对自己的痛苦。首先，为了让大家更容易理解视频的结构，下面是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的3种方法。一、不要为了外在的目标而过度努力，而是寻求内心的安定。二、了解比自己更富有的人的苦难。三、寻求心灵的平静，而不是追求巨大的喜悦。接下来，我将分别对这3种方法进行详细解释。首先，我会解释第一种方法，即不要为了外在的目标而过度努力。让我们探讨一下我们自身痛苦的根源在哪里。作为人类，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从渴望吃到美食的动物本能，到想要赚很多钱并让别人羡慕的人类欲望，各种各样的欲望无处不在。我们常常认为，满足这些欲望会给我们带来幸福。然而，根据作者的观点，这些欲望是没有止境的。即使得到了一个，接下来还会渴望更多，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我们会开始比较自己得到的东西和他人的，变得越来越贪婪。而正是这种越来越贪婪的情感，加剧了我们的痛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要想摆脱痛苦，享受丰富的人生，就需要摒弃这种越来越贪婪的欲望，因为这正是痛苦的根源。从我们小时候开始，我们就被灌输努力追求目标是一种美德，是吗？为了赚钱而努力工作或学习一直被视为正当的。然而，这种努力只是一种虚假的努力，只会徒增我们的痛苦。真正的努力并不在于追求像金钱这样的外在事物。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种努力是没有止境的。真正的努力在于努力释放内心的痛苦。换句话说，真正的努力是放下那些由于追求金钱而产生的外在努力，这才是真正的努力。更直接地说，可以说不努力才是最大的努力。我们已经结束了关于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的第一个方法，即不要为了外在目标而过度努力。接下来，
我们将进入第二个方法，即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的方法之一，了解比自己更富有的人的苦难。关于欲望，造成我们痛苦的最大原因之一是嫉妒。嫉妒是一种令人讨厌而痛苦的情感，大家都知道这一点。为了摆脱这种讨厌的嫉妒，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那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和苦难。大家知道佛陀是出生在王室吗？佛陀出生时就处于一个物质丰富、令人艳羡的环境中，然而他却经历了许多烦恼和苦难，最终放弃了一切，选择了佛陀的道路。以2500年前的佛陀时代为背景来看，即使是现代最贫困的家庭，生活水平也可以说达到了王者般的水准。即使是在没有金钱的家庭，也不会有人饿死。那么，大部分日本人是否每天都过得幸福呢？如果这样问，大多数人可能会回答不是。尽管经过了2500年的发展，社会变得更加便利，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就会更加幸福。如果2500年前的人看到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他们可能会羡慕我们的生活方式。尽管我们过着如此便利的生活，却经常抱怨不满，可能会让他人感到强烈的嫉妒。实际上，我们也会对他人产生同样的感觉。我们可能会羡慕富人、名人或职业运动员等人，但是这些人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也可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无论一个人处于多么优越的环境中，都会有各种烦恼和苦难。你可能听说过，即使是很成功的名人，也可能突然选择了结束自己的生命。即使他们在表面上看起来很幸福，但他们内心可能也在经历着矛盾和挣扎。因此，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人类不是通过金钱、地位或物质来获得幸福的。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就不会嫉妒那些比我们更富有的人或羡慕他们的生活。因此，摆脱嫉妒是通向真正幸福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结束了关于如何面对自己的痛苦并善于释放的第二个方法，即了解比自己更富有的人所经历的苦难。下面我们将继续讲解第三个方法，即追求心灵的稳定，而非追逐巨大的喜悦。你们是否听说过“诸行无常”这个词？在中学的古文课程中读过《平家物语》的经历，应该很多人都有。在那个故事中，诸行无常这个概念出现了。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可能并不太理解它。然而，在佛教中，所有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被认为是暂时的，所有事物的运行都是无常变化的。有生就有死，有死就有生，一切现象都在不停的变化，永远不会停留在同一个状态。这就是宇宙的真理，即诸行无常。诸行无常通常用来描述快乐和幸福的短暂，但同时也不要忘记，痛苦也是一样无常的。就像有乐必有苦的说法一样，也存在有苦必有乐的情况。当我们从痛苦的状态转变为快乐的状态时，会感到极大的喜悦，但我们的心灵像钟摆一样摇摆，总会再次回到痛苦的状态，就像燃烧的热恋一样。失去所爱之人会带来巨大的悲伤，这也是类似的情况。这种心灵的摆动程度直接反映了我们生活中的苦难程度。事实上，我们的心灵最为稳定的时刻，并不是在获得巨大的喜悦时，而是当喜悦和悲伤都无法使其波动时。就像熊熊燃烧的爱情一样，我们不应该被巨大的喜悦所迷惑。真正的幸福是指像多年来一直陪伴着我们、值得信赖的伴侣一样，心灵始终稳定的人生才是通向真正幸福的途径。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如何克服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障碍——愤怒之墙。我们将首先介绍如何克服它。首先是排名第一的方法：一、离开现场，停止火上浇油；二是认识到愤怒是一种妄想而非事实；三是改变喜好和厌恶的心态，就像翻转黑白棋一样的方法。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每一种方法，以便您更容易理解。首先，我将解释如何克服生活中最大的障碍之一——愤怒之墙。首先是离开现场，停止火上浇油的方法。愤怒是一种情绪，当我们感觉受到他人的攻击，
或者自己的心理或身体受到伤害时，大脑就会产生这种情绪。不仅是人类，所有生物都具有为了生存所必须的生理反应及情绪。然而，在我们人类社会中，突然出现狮子威胁生命的情况并不常见。尽管如此，我们每天在日常生活中却经常感到愤怒和烦躁。造成这种情绪的原因，不是因为城市中有狮子，而是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存在着一只狮子。换句话说，我们的怒火是由内心的幻想狮子点燃的。家人的态度让我们生气，老板说了不公平的话让我们受伤。这样的事情对每个人都很常见，在各种场合下，我们都会感到愤怒。但这些家人或老板绝不是威胁我们生命的存在。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遇到的情况其实并不值得我们生气。我们的愤怒并不是由家人或老板引起的，而是由我们自己的内心引起的。你是否有过因为被背叛而感到愤怒的经历？但这种愤怒可能是因为我们期望对方不会背叛我们，这只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幻想。我们常常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期望他们按照我们的期望行动。此外，我们不仅会将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人，而且通常会自以为是地认为其他人也会这样做。当这种妄想被推翻时，引发的情绪就是我们愤怒的根源。作为生物，我们无法完全摆脱愤怒。正如之前所述，愤怒是我们生存的一种生理反应之一，这一点我们不容忽视。被妄想驱使的愤怒不是生存本能，而是会让我们迅速陷入心理困境的情绪。愤怒就像内心中的一团火，如果任其发展不加以控制，火势会不断加剧，很难熄灭。因此，重要的是要及时采取措施，防止情绪失控，并在愤怒发作时迅速进行灭火。因此，首要的是要牢记一个绝对的真理，那就是他人永远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这是预防愤怒的关键。我们不能指望他人会按照我们的期望去做，也不可能改变他们的性格。永远不要幻想家人会完全理解你，那只是你自己的一厢情愿，因为期望落空而感到失望。这种反应就像小孩子一样，即使我们明白别人不会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但当人类面临挑战时，也很难免不生气。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尽早平息愤怒，避免情绪失控。火需要氧气和燃料才能持续燃烧，如果它们消失了，火也会逐渐熄灭。愤怒也是如此，即使它在一瞬间燃起，如果不再加入氧气，它也会消退。我们内心的愤怒之火，需要与他人的距离作为氧气。当我们愤怒时，就像给火加燃料一样，我们自己给愤怒火焰添加燃料。是否有人发现，一旦争吵开始，就会无法停止，不断地逼近对方？这种与对方距离的接近，就是为愤怒火焰火上浇油。相反，如果我们保持冷静，远离对方，那么内心的怒火自然会消退。因此，重要的是意识到，当我们生气时，是自己在为怒火添加燃料。只要停止给它提供燃料，愤怒之火就会自然平息。接着，我们已经介绍了克服生活中最大障碍之一——愤怒之墙的第一种方法，即停止为愤怒火加油。现在，我们将继续介绍第二种方法，即认识到憎恨不是事实，而是妄想。刚才我们强调了离开现场，以避免为愤怒火添加燃料的重要性。但即使能够做到这一点，有些人回到家后仍然会感到烦躁，愤怒情绪会不断膨胀，转化为憎恨和怨恨。愤怒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消散，因为离开现场后，火势会逐渐平息。然而，憎恨和怨恨却不会轻易消失。这就好像将愤怒引向不良方向发展的巨大怪物一样。正如我之前所说，愤怒本身是我们作为生物生存所必须的本能之一，但是憎恨和怨恨却与之不同，它们是完全不必要的情绪，持有它们不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只会造成损失。当憎恨和怨恨存在于我们内心时，
我们只会感到不快，只会吃亏。如果说愤怒有时是我们生存所必须的急性炎症反应，那么憎恨和怨恨就好像是这种炎症逐渐慢化，像癌细胞一样繁殖的慢性炎症。这种长期的慢性炎症对心理健康非常不利，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是理所当然的。为了避免被慢性的憎恨和怨恨所左右，重要的是在自己的内心中清楚地区分事实和妄想。举例来说，在工作场合，假设有一个你无法与之相处的人，你曾经经历过与他擦肩而过时被他瞥了一眼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被瞥了一眼只是一个客观事实，并没有深层含义。然而，我们有时会陷入妄想，对这样的事实进行恶意的解读，认为对方讨厌我，或是故意回避我，但实际上，对方只是稍微瞥了一眼，没有其他意思。将恶意解读进这种简单的事实，纯粹是我们的臆想，是基于我们自己的主观推测。将事实和妄想分开，对于避免误入人生歧途至关重要。即使我们因自己的妄想而产生了憎恨，但那只是妄想，并不代表与对方有任何实质关系。这是我们自己创造的妄想，因此我们也只能自己解决。至此，我们已经结束了关于克服人生中最大障碍之一——愤怒之墙的第二种方法，即认识到憎恨并非事实，而是妄想。接下来，我们将进入第三种方法，即克服人生中另一个重大障碍——改变喜好和厌恶的心态。就像翻转黑白棋一样的方法。现在，是否有人在遇到新的人时，会习惯性的给对方贴上喜欢或讨厌的标签，然后做出评判呢？通常，这种贴标签的标准并不是基于喜欢或讨厌，而是根据自己与对方是否相似来进行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出生和成长背景都不同，同样，我们拥有的价值观也各不相同。日本和外国的文化自然也不同，而且男女不同年龄段之间的差异会导致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这是理所当然的。尽管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异，但我们有时候还是会因为认为与自己不同或不合适而倾向于喜欢或讨厌某人。然而，这种行为并没有意义，反而会在我们心中滋生负面情绪，比如厌恶，对我们没有好处。当我们遇到新的人时，应该客观地认识到自己与对方的差异，而不是贴上喜欢或讨厌的标签。我们的人生应该充满喜欢的事物，因为喜欢的事物越多，我们的生活就会更加丰富，这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如果生活中充满了讨厌的事物，那么每天都会被困扰。相反，如果喜欢的事物很多，那么每个人的生活就会被喜欢的事物所环绕，这样的人生将会是美好的。如果我们能够停止给予自己稍有不同的人贴上讨厌的标签，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原来自己曾经讨厌的人也有他们的好处。我们会意识到，那些我们过去认为不顺眼的人，其实也有可爱的一面。当我们能够拥有这样的心态时，就像把黑色的棋子变成白色一样，我们就能够逐渐将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情绪。通过增加心中的白色棋子，我们的生活就会变得更加丰富。这样的心境如何？通过改变心态，将负面情绪转变为正面情绪，我们的生活将会更加美好。在接下来的第三部分，我们将探讨如何消除焦虑和不安，以丰富我们的人生。迄今为止，我们已经分享了如何应对个人的痛苦，并且克服了影响生活的愤怒障碍。我们将探讨如何消除影响生活质量的负面因素，比如焦虑和不安。首先，让我们简要总结一下即将介绍的消除焦虑和不安、丰富人生的智慧如下：一、直面问题，焦虑便会消失。二、要明确区分必要和不必要的焦虑，并将优先事项作为指导。三、如何通过将优先事项作为指南来消除焦虑。首先，我们将讨论如何通过直面问题来消除焦虑。尽管在没有明确问题的情况下，心情会感到焦躁和不安，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是常见的现象。关于焦虑，作者指出，
它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记忆和想象力的结合，就像悲伤和愤怒是对过去的想象产物一样，焦虑则是对未来的想象产物。就像愤怒只是心灵无意间创造的妄想一样，焦虑也只是我们心灵无意间创造的妄想。然而，就像愤怒是一种某种防御反应，有助于生存一样，焦虑也是我们的本能，帮助我们预测未来并避免危险。然而，并非所有的焦虑都对生存有益，相反，可能会有更多对我们有害的焦虑。就是不要让焦虑转变成恐惧。比如说，假设下周有一场重要的考试，对于如果我考试不及格会怎么办的不安，实际上会成为我们努力学习的动力。这种不安正是激励我们朝着目标前进的活力，因此可以说是必要的不安。然而，那种只是模糊的感到焦虑，只会成为负面影响，是毫无意义的不安。消极的一面则是可能会陷入对考试失败的恐惧之中，这种消极面可能会演变成我们的恐惧。因此，当我们感到这种无意义的不安时，重要的是要明确自己到底对什么感到焦虑，因为只有明确了自己为何感到不安，比如对下周考试的不安，这样的不安才具有意义。对于模糊的未来焦虑，其毫无意义的原因在于我们无法明确焦虑的对象是什么。只有明确了焦虑的对象，我们才能采取具体的行动来消除焦虑，就像准备下周的考试一样。因为我们清楚焦虑的对象，所以能够有针对性地做好准备。一旦找到了原因，你就会感觉轻松了很多。作者指出，虽然我们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基于积极的努力和奋斗的情绪，但实际上我们很多时候是被恐惧所驱使，或者情绪被控制了。因此，当我们感受到基于恐惧的不安时，重要的不是拼命努力去消除焦虑，而是首先要坦然面对眼前的不安。一旦我们感受到恐惧，我们就会变得紧张，进而引发更多的不安。当恐惧控制我们时，情绪会主导我们的思维，理性会受到影响而无法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能无法做出正确的判断，甚至会成为恶意人的煽动和欺骗的受害者。因此，我们需要停下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其中一种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将自己的想法写下来，记录在笔记本上。头脑中的思考和将想法写下来是完全不同的，后者更有助于理性思考。因此，我建议你在困惑时立即养成将想法写在纸上的习惯。接下来，我们将继续探讨如何通过将优先事项作为指南来消除焦虑。在人生中，除了焦虑之外，焦躁也是一种不愉快的情绪。我们现代人总是感受着时间的紧迫，365天都在经历时间的压力。此外，一些人可能会被他人的评价和需求左右，感受到与他人相关的焦虑。当我们被这种焦虑所支配时，就会失去冷静，变得慌张不安。焦虑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尽管它无法改变情况，但我们常常陷入慌乱和左右为难中。当心中充满焦虑时，我们可能会因慌乱而发生事故，或者导致与周围人的关系恶化。因此，频繁经历焦虑只会带来负面影响。那么，如何摆脱这种心理焦虑呢？为了解除焦虑，我们需要在生活中明确自己的优先事项，这一点至关重要。如果我们提前确定了生活中的优先事项，无论处于多么紧张的情况下，我们都能清晰地知道应该做出什么选择。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在冷静的时候设定了优先级顺序。当我们被焦虑所困扰时，很难发挥出理性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预先设定的优先级顺序就成为了我们的指引。通过坚定地遵循这些提前设定的优先事项，即使在焦虑和理性不足的时候，我们也能够做出理性的选择，并采取正确的行动。而这种理性行为将成为我们的导向，逐渐缓解我们手足无措的焦虑情绪。举个例子，假设有人因焦虑而急于结婚，这样的人往往不清楚自己为何焦虑，只是感到不安。在这种情况下，盲目匆忙地寻找对象只会徒劳无功，
因为良缘永远不会在匆忙中出现。然而，如果我们提前确定了生活中的优先事项，就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感到慌乱。如果我们将工作放在首要位置，那么就会意识到目前的结婚焦虑只是受到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不是真正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就能够稳定下来，重新投入工作。通过明确焦虑的内容，我们能够具体行动，释放焦虑情绪。这对于那些过去没有设定生活中优先事项，一直被生活带着走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自我反省的机会。因此，我希望你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认真考虑一下生活的优先事项。现在你觉得怎么样呢？我相信有很多话触动了你的内心。接下来，让我们对本节课的内容进行总结。在这3节课中，我们分享了3种消除焦虑和不安、丰富人生的智慧。第一种智慧是只需直面问题，焦虑就会消失。焦虑的根源在于看不见。当我们明确焦虑的对象时，就能消除迷雾。第二种智慧是区分必要的焦虑和不必要的焦虑。我们要识别能够激励我们的必要焦虑，而不是让不必要的焦虑扰乱心绪，切勿陷入后者的恐惧之中。第三种智慧是将优先事项作为指导，焦虑就会消失。当我们拥有坚定的优先事项时，无论何时都能够冷静应对，专注于自己的任务。让我们牢记这些智慧，不断应用于生活中，迎接更加充实、平和的每一天。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